我不嫁。她是本王的女人，我看谁敢动她。长恨朝花香，万态薄凉，一梦泡影，才知真荒凉。满城春色全都淹没在冷漠的秋霜，片雪如浆，送一场彻骨的寒凉。所有预设假象都不过一次精致的仿妆，做遍了那双面具之下滚烫的目光。爱恨最难遗忘，被思念破防，思绪就越长，做遍了那些不可复追的过往。一拜天地。惊鸿，13叔回不来了，快和我拜堂吧。我不嫁。惊鸿，她是本王的女人，我看谁敢动她。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分别，在这个世界的120天，我很开心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初见你时的场景，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好好陪在你身边。当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竟有一丝不舍。而我在120天前来自另一个世界。开始考试了，你们以后都是要走上手术台的人，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第1届考核已开启。什么东西？我是世界精灵小九，你现在的身份是北楚国的惊魂公主。北楚国为寻求大商国庇护，将惊魂公主献给大商，以供皇室贵族甄选。惊魂公主不堪受辱，不愿被皇子选中，便刻意扮丑示人。本店今日来，惊魂公主因面貌丑陋而被贬为下人。我需要一个侍读，由二皇子玉衡选为侍读，带在身边。你来吧。一直暗恋玉衡的元妃与刁蛮任性，对楚惊鸿尤为不满，处处陷害。怎么样，这个人设满意不？哼，满意你个鬼啊！这什么地方？你赶紧送我回去。在这里待够120天，行医治病，获得积分，通过考核就能回去啦。120天，这也太久了吧！如果你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考核，那你将永远留在这个世界。祝你玩得愉快。是吧？真的到另一个世界了？这里好像也还不错嘛，不就是行医治病嘛，这点困难岂能难倒我？惊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不要再离开我了。楚惊鸿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位是二皇子玉衡。不用你说，这么帅，怎么就是个坏人嘛？楚惊鸿，你真是够不要脸的，众目睽睽之下和野男人私会。这就是袁飞宇啊！找这么一个丑八怪来诬陷我与他有私情，这也太蠢了。
一般这样的人设都活不过5集。哎，我说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跟他私会了？哟，金红，这是你当时送我的定情信物，我到现在还留在身边。呀，这只簪子不是你平日里最喜欢的那个吗？怪不得这几日不见你戴。这是我的簪子啊？哟，还挺好看的啊，粉色的。王爷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您血肉发作的时间快到了，再不回去，为何我看到他，身体会有种异样的感觉？公主小心！俗套的英雄救美，果然和小说一样。你还要看多久？战王殿下，战王殿下，这是在闹什么？13叔，我的侍毒闹了些事，带走。是不是金红冒犯了您？您将他交给我，我定当重重责罚他。他偷了本王的东西，本王要亲自带回王府审理。哼，这理由真牵强，不过好霸道，我喜欢。不知他偷了什么，好歹他也是我的侍毒，我愿意替他赔。好，1万两。你的侍毒，本王先帮你看管起来。另外，本王做事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。快走！根据暗卫观察，每月15，战王寝宫都会撤去所有的守卫。按计划行事。是。楚金红，你可不要怪我。既然你进了战王府，那我便帮你一把。私闯战王寝宫，可是神仙也救不了你。这个战王把我抓来想干嘛呀？哼！我可是新时代的女性，独立、自强、自信、可爱，还有点好看。她可能是喜欢我，毕竟美女到哪儿都受欢迎。有，这个麻子太阻碍我的美貌了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让转眼勾勒满天的霜花。怎么回事？血肉的疼痛感在慢慢减轻。抱着他，我的身体居然能动了，血脉变得流畅。本王居然好想抱他，抱紧我。你个臭流氓，抱什么抱啊！王爷，你怎么样了？本王无事。王爷，你竟然能动了，今日不是还没到时辰吗？他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？为何能缓解血咒之毒？这玉龙园也太猴急了吧！就算非常喜欢我，那也应该节制一点，不能随便对我耍流氓吧？还有他刚刚那是在干嘛？好奇怪的一个人。原来
这才是她真正的容貌。你故意引起本王的注意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不过，本王对你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现有最新患者，救治时间剩余4个小时，请尽快施救。如果拒绝任务，你将受到严厉惩罚。救死扶伤是一个医者的天职，干嘛多此一举设置惩罚？你还剩下3个小时58分。患者在这里吗？这里是京城最严密的情报机构——大内行厂，其主攻叶飞白，人称夜魔，能跟他打的只有战王玉龙渊，你可要小心哦。一个太监能这么厉害啊？这样的太监，我倒要会一会的。叶公公，我要进去。是。叶公公，我去就来。怎么是你啊？医者没有选择患者的权利。行吧，都说医者仁心，遇到我啊，算你命好。你怎么样了？求求你给我痛快！小九，给我准备无氧面罩、止血钳、高频电刀。没有，没有，我只能借给你一些基础的医疗器具，你用意识进入手镯内的医疗空间，就可以取出来了。器具还算全，将就着用吧。这些器具怎么从未见过？公主，我全招。我对你这些没兴趣，先吃药。啊，搞定。惊鸿公主，好了。好了，多谢叶公公帮忙。无妨。你这么酷，长得应该也很好看吧？这么优秀的男子，却是个太监，
他一定很痛苦吧？他刚刚眼神中为何有一丝怜悯？您长得这么好看，为什么戴着面具啊？叶公公，谢谢你啊。公主请回吧，我们王爷说了，既然惊鸿公主能擅自从战王府出去，那么就不必回来了。我们王府从来不收养闲人，也不收留废物。告诉你家王爷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哼！惊鸿公主，王爷书房重地，外人不可擅自闯入，公主还是回去休息吧。回去？回哪儿去啊？是锁清宫福生院，还是你们战王府的客房？让他进来吧。老娘不稀罕住在你这儿，东西还给我，老死不相往来。给我。公主殿下，我错了。小样不错嘛。战王殿下，惊鸿无依无靠，在那个锁清宫受尽了屈辱。这个鬼地方，我再也不想回去了。求求战王殿下收留我吧，我愿意做牛做马，干啥都行。什么都行？也不是。那你就先住在寒露院吧。好嘞。天啊，怎么就一个人才这么少的积分啊？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现实世界啊？温姐姐，楚惊鸿那个蠢货怎么还没有被战王赶出来？战王不可能喜欢他，要是他的真面目被战王看到，温姐姐，我是看花了吗？这样的容貌，哪个男人不会心动？公主，楚惊鸿有动静了。有动静？楚惊鸿带着一堆奇怪的东西，在大街上摆摊一阵，但是手法甚是奇怪，从未见过。楚惊鸿，我是不会让你有机会接触战王的。来，大家排好队，排好队，一个对着一个排好队。有点上火而已，调理就会好了。谢谢。楚惊鸿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居然当街干出这种不知羞耻的事情！二殿下，我摆摊义诊，为人看病不取分文，何来羞耻一说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如果你是想让本殿心悦于你，娶你，想都别想。那就多谢二殿下的不娶之恩。你说什么？前几日，二殿下为了区1万两白银，把惊鸿送给了战王殿下。怎么这事儿才过去没几天就不记得了？那现在算起来，惊鸿可还算是战王殿下的人吧？楚惊鸿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
就凭你，这辈子也别想做战王妃。我可不想嫁给战王。是你们二殿下为了1万两白银把我送给战王殿下的。当日的事情我也在场，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。那是什么样子？战王殿下，战王殿下来了。见过战王殿下。战王殿下，他怎么来了？糟糕了，刚刚说的话不会被他听到了吧？说是他来拆台，那我今日的脸可就丢大了。真不是。这个女人绝对不是表面看着那么简单。这种场面我应该怎么办啊？银货2器。没想到刚刚回京就看到这么有趣的一幕。瑟瑟，在，帮我准备一株月下美人。公子，你打算？属下借阅了，这就去准备。如何？啊？什么如何啊？第一次啊？第一次？什么意思啊？还有第2次啊？公主，晚膳稍后会给你送过来。啊？你落在街上的东西，属下也会差人去取。啊？我落什么了？唉，天都黑了，公主怎么还不来接我们呢？灵儿的肚子都咕咕叫了。谢谢你啊。这古代的言情小说不够虐呀，也不甜。哎，灵儿，这字读什么呀？这个字，灵儿也不知道。惊鸿公主，京兆府的来拿人了，说是公主殿下与一桩谜案有关联。啊？难道袁飞宇嗝屁了？这就是袁飞宇啊！一般这样的人设，
都活不过5集，不会吧？这才第4集。王爷在哪？13啊，过了重阳节，你就25岁了吧？这战王妃一事要提上日程了。东西南北那4个丫头，你看上哪一个，就让你皇嫂以你为先，如何呀？陛下，承让了。朕也就输给过你一人。这个13弟对朕从来没有半点敬畏之心。对了，那个北楚的楚惊鸿，消息准确？准确啊，那么多眼睛都看得真真的，战王殿下亲自把人从街上带走的。若是13护着他，那得将人给13带走便是。哎呀，这公主是杀了人吗？你看干出这种事儿，太是这么说呀。惊鸿公主，你这帕子为何会出现在陈三彪手上？嗨，大人，现在不是追究手帕在谁手上的问题，你得先找出凶手啊！一块帕子嘛，丢了就丢了。如你所言，你这手帕是被陈三彪偷取的。什么呀？也有可能是他捡到的。可是前脚刚攀木了你，后脚便死于非命，这就十分奇怪了。那谁知道呢？天降正义呗。楚惊鸿，你少给本官兜圈子！不光问你，你昨晚在干嘛？昨晚当然是在战王府睡觉呗。睡觉？莫非和战王有什么关系？可有人作证？战王陛下可以作证啊。休得胡言！战王陛下自己不休息，会看着你睡觉啊？哎呀，大人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战王殿下怎么可能看着我睡觉呢？当然是什么？嗨，再说就不让播了。王爷，我要去戳穿他的谎言，不能让他来玷污你的名声。他哪句话说谎了？这公主别误会，肯定是那陈三彪手脚不干净，偷了你的帕子。来人呐，送公主回去！就放了。上面说了，如果战王来捞人就放，如果战王不来捞人，就先关楚惊鸿几天。且慢，本案有诸多疑点，尚未定论，待本官查明实证后再行开堂。不是大人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！哎，走，退堂！这能说什么？哎呀，我这辈子还没坐过牢呢。没事。叶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来。好了，走吧。是不是很贵啊？很贵？什么意思？啊，你们捞人不都得使银子吗？你使了多少银子？我是能直接出去，还是能假释几日？假释？这个词倒是新鲜。不过，我捞人出去，不需要使银子。哦，也对，你是大内行厂的厂工嘛，比那个什么赵长青的官大多了，真够义气。走吧。可我不是来捞你出去的。公什么公？公在这儿呢。公主，进。白探监啊，
没什么可招待的，进来吧，您自便啊。你先出去。是。造孽呀！我怎么对一个太监产生想法？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那天你离开之后，我便命人将陈三彪放了。当时他气虚体弱，但他的确是活着的。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不妥的地方？你有没有什么仇家，或者说，你觉得什么人会针对你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这件事情是不是给你们大内行厂带来什么麻烦了？公主说的没错，陈三彪已经是第4个死于非命的人。哦，天哪！这么说起来，我还要谢谢叶公公你呢，没有把我去大内行厂的事情抖出来，不然我就更难摆脱嫌疑了。既然要谢，何不谢出几分诚意？你是想让我给你查案？你说叶飞白去了京兆府提审北楚那个丫头？是啊，陛下。她怎么会去？回陛下，近日京城频发命案，京兆府查不出结果，便转交给了大内行厂。13那头没有动静。战王殿下没有插手惊鸿公主的事情，依老奴看，战王殿下是不在意惊鸿公主的。不在意吗？3号死者，男，死亡时间约16个小时。耳后有针眼，你来看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怪物吸血，这是人为的。这么小的3个针孔，能将一个大活人的血放干？可以，如果这个针是空心的，然后再在针上涂上抗凝血的药物，就可以做到。针还能是空心的？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3啊。3？嗯，是这样写的。还有这些文字，感觉认识，但又不认识。啊，这个呀，这个叫简体字，是我家乡的文字。如果以后你有什么看不懂的，都可以问我。嗯，我先送你回去。这件事我会派人去追查，京兆府那边也不会再找你麻烦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你怎么这么好啊？要不是因为你身份特殊，我都差点感动的要以身相许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俩可以做姐妹们。参见惊鸿公主。王爷呢，请您回去。这里所有一切的事情，都会有人处理的。公主啊，你不该待在这里。哎，我不该待在这里，那我应该去哪儿啊？玉龙爷，你说话啊你！你这一天一夜不见人，等我全身而退了又出来指手画脚，是因为惊鸿在你眼里连小猫小狗都不如吗？公主啊，干嘛？王爷早就回王府了。这轿子是来接你的。没人啊。有什么事儿，公主咱回去说。对，回去说。王爷可是一直在挂念着你的，要不然这叶飞白怎么会平白无故的随便捞人，对吧？对。那个王爷早朝都没上。对，一直等您回去呢。太子们，走吧。来。少女龙月还不来接叹此生，飘零天涯，何处才是尽头？倘若人间已有无可
间添几个年头，一念相思，一生相守，记不清多少春与秋，天地茫茫岁月。怎么睡在这里啊？不可以。当然不可以了，无名无分，怎么能睡在一起呢？3次了。啊？什么？本王帮你3次，你只报恩1次，还差2次。难不成真的让我以后都用拥抱来报恩？这是什么毛病啊？和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，干嘛老抱呢？启禀王爷，依城少主还有金公子等候多时了。还你2次了啊，别赖账。1盏茶的时间啊？每次报恩1盏茶，这次不算。哎，报就报了，还要报1盏茶，这什么歪理啊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？你要拒绝，你求本王1次，本王报你1次；本王帮你1次，你报本王1次，如何？这是撩人的最高境界吗？算了，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，行吧？哎，就这么走了啊？已经死了第5个了，个个都是躯壳状，身上的血液都被抽干了。前面就是第5个死者的案发现场。带我去看看，说不定会发现一些别的线索。看什么看？咱俩只能做姐妹。你看，凶手都跑了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我相信他。战王是怪物，吸血怪物是战王。哟，瞧瞧瞧瞧，这是哪里来的姑娘？瞧瞧这容貌，这身段，这小脸蛋细的，让我花弄影往哪儿站啊？花老板，今晚不太平，还是少在外面逗留的好。若那凶手没抓到，那不太平的，又何止是今晚呢？刚刚那凶手，我先送你回去。办好了吗？已经找到了。回王府，他会护着你。你不信任他？惊鸿公主，
一下。我要见王爷，我找王爷有事。王爷已经睡了。睡了你就把他叫起来啊！不能叫，王爷休息时不愿意让别人打扰。何事？你今夜有出去过吗？你又惹什么麻烦了？不是我惹麻烦了，是您老人家惹麻烦了。京城那个连环杀手又出现了，被人逮了个正着，那样子。样子如何？那样子和玉龙渊一模一样。现如今有人看见了，那无论如何也与他脱不了干系。这就是你惹的麻烦。那个杀人凶手不是本王。哎，不是，那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有人要害你啊！那日在院中你的样子，本王只是中了敌人的血咒，但凶手不是本王。血咒是怎么回事啊？中了血咒，每到月圆之夜，便会经历经脉寸断之苦，每行一步都如虫噬之血，血液从每个毛孔渗出，如同怪物。陛下，再过一段时日，便是咱们收网之时了。哎呀，真应该整一个太阳能吹风机，这也太麻烦了。什么是太阳能吹风机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！本王问你话呢。是，北楚特产。你干嘛？你在说谎。我没有啊。哎，不对啊。王爷，你这悄无声息地出入我的房间，就不在乎名声吗？本王敲过门了。敲过门了就能进来了？我有答应过吗？你干嘛呀？我们又没有成亲，你干嘛呀？本王只是帮你烘干头发，还需要成亲，这也是北楚的习俗吗？啊？烘干头发？啊，公主，你知道战王为什么一直没有娶妻生子吗？难道他肾虚？王爷，你那病看过大夫吗？他居然还关心本王的血咒。看过的。大夫怎么说呀？治不好。那你也不能放弃啊！王爷，你这个病药不能停。啊！发病时会用药的。你不能只在发病的时候用，你这平时也得用。哦，对了，除了用药，你还要多运动，增强免疫力。还有啊，还得注意食补，这样呢，你就能成为行走的荷尔蒙。哎，待会儿啊，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。食补？对呀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，你要多交朋友，特别是异性朋友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何懂得这么多？这方法如此奇怪。本王听说，你的母亲在成为妃子之前，还是北楚皇室的医女。你的医术也是跟她所学的吗？啊，对，多亏了母妃的悉心教导。本王倒是想知道，你刚出生，母妃便难产而死，她是如何悉心教导你的？是午夜梦回，
还是借尸还魂？是遗书、笔记。对，就是手札。母妃留下的笔记和手札，我是自学成才的。王爷，我给你烤大腰子去。灵儿，你闻闻香不香？嘿，公主，这是什么呀？好香啊！这个是……哦，这个今天不是给你的，改天呢给你烤个猪脑子。哦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给你烤大腰子。本王向北楚提亲。什么？很惊讶吗？你不是说无名无分？从今天开始便不算无名无分了。这算什么逻辑啊？怎么就能从今天开始算了？荣泽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找你找得好辛苦。凤舞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过2天呢，我们有个聚会，想邀请你一起参加。哦，金红公主啊，你也在这儿啊？那到时候你也一块儿来吧。好啊。荣泽哥哥，你到时候一定会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真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听说凤舞要办宴会，13也会去？是的，凤舞宴会也是月圆之夜。公主，我要去给你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。哪来的不长眼的东西啊！哎，妹妹，说话仔细着些，打狗也得看主人，不是吗？你干什么？你看什么看？我打狗，从来都不看主人的。楚惊鸿，你疯了吗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们北楚是想灭国了吗？灭国？飞羽公主的意思是，你们南秦高居于4国之上，是吗？你们南秦是不是也太嚣张了点？楚惊鸿，休想信口雌黄的污蔑我！谁污蔑你了？你们南秦的实力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飞羽公主的魄力倒是有想做女皇的野心。不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战王殿下到，郡主殿下到。今日是私宴，无需多礼。我久未回京，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热络一下。凤舞，还是你有面子啊！咱们年轻人的聚会，战王还是第一次来呢。二殿下就别开我玩笑了。本王的王妃见到本王还不行礼，是怪本王来迟了吗？干嘛呀？这么多人呢？你为何生气？我没生你气，别让我这个俗人弄脏了你的情侣装。原来他在意的是这个。声笛充满了记忆。
是本王疏忽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谁欺负你了？没有。本王已经向北楚提亲，楚惊鸿即将成为我的王妃。在大婚之前，谁要对王妃不敬，就是对本王不敬。战王殿下，你可千万不要被楚惊鸿给骗了。这宴还摆不摆了？荣泽哥哥，你这婚姻大事不能这么草率。哎，荣泽哥哥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我没事。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走。真是废物！那么多人，居然还让他们跑了！陛下，您别伤了龙体。若是没证据证明玉龙渊就是嗜血的怪物，那朕如何治他的罪，收他的兵权？本来这一次我们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，陛下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。你还真是一个痴情的女子，不过自古以来，都是痴情女子负心汉。小姑娘，你可要把握好自己的心啊！你为什么救我？我不觉得你抱着别的男人和我聊天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小爷我更喜欢你躺在我怀中，这样我们可以彻夜长谈。阁下若是不想说，就请离开吧。反正我也不是很好奇。哟呵，小姑娘，你这脸色可是说变就变的。又不是我让你救我，知恩莫忘报。好，我不让你报恩还不行吗？不过呢，你若真想知道我为何救你，就来一趟云雨楼吧。说不定我除了告诉你缘由之外，还能告诉你解除血咒的法子呢。云雨楼一行是免不了了。王爷和惊鸿公主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在下是在问，王爷和惊鸿公主接触之后，血咒就会得到缓解，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用手摸一下它。这……哇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惊鸿，你是我花弄影的妹妹。啊？我是你妹妹？你等会儿让我捋一下。我是北楚公主，你是云雨楼楼主。我姓楚，你姓花，我是你妹妹。是的。哼，我回家做饭去了。你不认识我了，我不怪你。你从小就被送到大商国，自那之后，我便一直蛰伏在大商国的京城。为何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找过我？哪怕是我被人欺负了，你也从未出现过。我蛰伏在京城，身居重任，与你相见，太过危险。那为何此时此刻又要与我相认呢？你不该和战王走得那么近。玉龙渊这个人，心里只有权势。那既然我是你亲妹妹，
你可知道如何能解开血咒？解开血咒的方法，第一种只能缓解，我已与你说过了，便是你与战王肌肤相亲。我们北楚皇室嫡系在出生之时都会用月下美人炼制的药水浸泡，所以我们的身体散发的气息能够抑制血咒，接近它可起到延缓血咒的作用。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？炼就羽化丹。什么是羽化丹？它是12种珍贵的药材炼制，可以化解毒素，净化血脉。据说服下羽化丹可以媲美羽化登仙。这12种药材找到一种都非常艰难。多谢你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不要和战王走得太近，他留着你护着你，只是因为比我先一步知道你能缓解他身上的疼痛，不然以他的性格，又怎会与你有所接触？你扪心自问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世界真奇幻，有些事情已经超出了医学领域，完全无法对标现代医学中的病症。还有，他真的是因为我能缓解血咒，才和我在一起的吗？是风过惊醒那位梦中穿行客，蝙蝠着心上泛起舒服吗？舒服。你早就知道我能缓解你的疼痛。是的。不愿目睹长情的褪色，却却恨遗忘割舍。你一直留我在你身边，喜欢抱着我，是因为我能缓解你身上的病痛，是吗？是。如果我不能缓解你的血咒，你还会带我回王府吗？如果我不是权倾朝野的战王，也不能让你在京城横行，你会和本王回府吗？是啊，细细说起来，也是我先抱战王殿下大腿的，是我一直想借战王府的事。我明白了。臭流氓，报什么报啊！既然你要报恩，当然是先有报才有恩。本王向北楚提亲了，从今天开始便不算无名无分了。公主，我们在这儿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回锁庆宫啊？灵儿，把那个牌带上。哦。这么重，到时候又要拿回来，多麻烦。王爷，惊鸿公主已经回锁庆宫了。楚惊鸿这个小贱人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将她碎尸万段。以前惊鸿公主在战王府，咱们奈何不了她。现如今，她突然回到了锁清宫，肯定是战王将她赶出来的。没有了战王的庇护，我们每天在战王府就只做这些。楚惊鸿还有什么其他的动静吗？放心吧，公主，奴婢每天都盯着他，绝对不会漏下什么的。做得很好，下去领赏吧。谢公主。等等，公主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明天早上把这个放到楚惊鸿的洗脸水里。
公主，洗漱吧。嗯，好。怎么了？哦，公主，这盆水落灰了，灵儿再去重新给你打一盆过来。你个贱婢，竟敢忤逆本公主！还好本公主心善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灵儿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啊，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你怎么了？灵儿对不住你，请公主责罚。起来，起来，先起来。其实，我是袁飞宇安排到你身边来监视你。昨天，袁飞宇给了我一包药，让我放到你的洗脸水里。我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，但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所以你才说那盆洗脸水落了灰。嗯，来，灵儿，先起来。袁飞宇他是想害了你的脸。我跟公主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只想公主心善，对奴婢也是打心底的好。这么些年，我也想早点把真相告诉你，可是袁飞宇他实在是太歹毒，所以他就把你打成了这样。嗯，是的。他又给了我一包药，让我继续加害于你。可是我真的不想这样，我就想好好的跟在你身边，好好的服侍你。灵儿，没事了，知错能改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以后你就安心留在我身边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。公主，对不起，这次是灵儿不聪明，给你惹麻烦了。没事，你先好好休息。锦儿，帮我照顾好她。灵儿，走吧。温姐姐，你说我跳这个舞，二皇子会喜欢吗？我一个女子都被飞羽妹妹的舞姿给迷住了，二皇子肯定喜欢。公主好舞姿。楚清红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凭什么？打你就打你，打你还需要挑日子吗？你有什么理由打我？不是我做的。哼，做的？公主做什么了？我可什么都没有说。公主，我今天来就是来告诉你，打你不需要任何理由、任何证据，打你就因为你欠打，仗势欺人该打，心肠歹毒该打，连累无辜更该打，又蠢又坏该打，柠檬精。
患者21岁，软组织挫伤，治疗时间1个小时内。什么？这打完了他还得给他治疗？公主，手上那么脏，他一定很嫌弃吧？算了。景洪，我不会再放你走了，我要你心甘情愿的留下。可我不是你的私有物。景洪，本王需要你，你也需要本王。彼此需要的两个人，为什么要被无端的烦恼分开？王爷，我已经为你找到解开血咒的方法了，为你解了血咒，我就该回去了。等到那时候，你要走，本王不会强求你，但是本王对你的保护永远有效，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，此话当真？王爷这么会哄人，我可能有一点喜欢你了。景洪，本王这几天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你在王府等我。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哎呀，这12味药我要上哪儿找去？什么时候才能做好花语丹呢？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景洪公主得罪了，事发突然，跟我去救人。啊！你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来，快把这药吃了。走。放心吧，这里交给我。我在外面等你。哎，千万不要乱跑，小心伤口。我一会儿出来。他怎么样？遇到我当然没事了。多谢了。不客气。你呢？你伤怎么样了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哦，皮外伤不必了。哦。他已经没事了。多谢景洪公主。没事，你一定要记得要在2日内处理好伤口。好，记下了。我先送你回去吧。把眼睛闭上。啊！乖，把眼睛闭上，数到10再睁开。1。
8、9、10。去死吧！谢谢你啊，你还有事了吗？你身上的伤可别拖着，不然会严重的，知道吗？好，记下了。表哥，表哥，哦，他应该没事了。他是什么人？你小心慢一点，别扯到伤口。滚开！别碰我！宝儿，不得无礼。表哥，表哥，他是什么人？哦，我是。他是大夫，是我请来给你治伤的。可是他治的一点儿也不好，宝儿疼死了。差也了得。你先休息会儿，我送大夫出去。大夫，你想知道我是表哥什么人吗？在下只是大夫，负责治病救人，其他的并不感兴趣。可是我想告诉你，我是表哥的未婚妻。啊，表哥，他们大伤的女大夫都是这么漂亮的吗？我没注意，不过一个大夫而已。你不要乱跑，在这等我。那你快点回来啊！对不起，宁宝儿她是我表妹，她涉世未深，再加上刚刚经历了杀手的狙杀，所以才对你出手。哦，没事，没关系的。那我先走了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你还是留下照顾你的宝儿吧。风行，风行。公主殿下，找属下何事？王爷还没回来吗？公主，王爷还得过几日才能回来。哦，好吧。叶飞白身上伤口还有不到1个时辰时间处理，超时你将受到惩罚。啊！这个叶飞白，我不是让他自己处理伤口吗？不行，不能再拖了。怎么了，公主？哦，我要去找叶飞白，你能带我去吗？好的，公主，请稍等片刻，属下给你准备马车。表哥疼。叶飞白，对不起。楚大夫，你怎么来了？哪来的山野村妇？这么没有教养，连门都不会敲吗？任务超时，完了，请接受惩罚。公主，
你怎么了？站住！小姐，有何吩咐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，刚刚那个女人到底什么来路？她是一位富有盛名的大夫。什么女大夫能让表哥这么紧张？我还没见过他抱过除了我之外的女人呢。麻烦你回去告诉表哥，他天亮之前不回来，我就进城去找他。如果他要我回云梦，就必须亲自送我，不然我是不会回去的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，放我下来吧。我没事，没事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……我没有，我只是在帮他上药，后背他自己碰不到。啊？哦，这样啊。嗨，不说他了，说你呢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让你2日之内处理好伤口吗？你干什么了？你一路来找我，就是为了我的伤？啊，不然呢？我竟不知，原来惊鸿公主这么关心我。这么说，现在的楚惊鸿不是原来的楚惊鸿。以前的惊鸿公主愚钝不堪，现在变得心机深沉，还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将战王迷惑住。难道说他是妖怪？对，他一定是狐狸精，不然战王哥哥怎么会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？对，他妖言惑众，蛊惑人心，还宣扬什么人人平等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我们可以揭穿。惊鸿公主真的是他经常一直不许分文。没什么问题了。先下凡啊，圣手一仙，当之无愧。什么圣手一仙？他就是个妖魔邪祟。惊鸿公主这是做好事，他怎么能这么说？就是一点道理都不懂。也不知道和惊鸿公主到底什么仇什么怨。她根本就不是惊鸿公主，她的容貌也是假的。这样的，有本事你就擦掉脸上的脂粉，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。磨蹭什么？快擦！凤舞这个蠢货，我本想让他趁机毁了楚惊鸿的容貌，他居然要当众揭开楚惊鸿的样子。本王倒是不知道，原来二皇子如此敬重长辈。放心吧，没事。不可能！你是谁？你不是楚惊鸿，你到底是谁？二皇子越来越没有规矩了。他就是个妖孽，不然怎么会有如此好的容貌？他是狐妖，是来迷惑世间男子的狐妖。真是可笑！凤舞郡主见过我过去的样子吗？还是说，这位曾未正眼看过我一眼的二皇子，见过我素面朝天的样子？既然都没有见过，就说我是妖怪，那凤舞郡主自己做法好了。是你做的？风行，送郡主回去，从此不得踏入王府半步。是。荣泽哥哥，
走。原来他之前是在扮丑，这才是他真正的容貌。你为什么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？王爷，这些都是我家乡的特产和习俗。我的家乡有很多有意思的习俗，比如喜欢一个女孩子，想和她成婚，就要向她求婚，男士单膝下跪，拿出求婚戒指为女生戴上。我喜欢的人跟我求婚的话，一定很开心。王爷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这是我给你做的生日蛋糕，许个愿吧。然后吹掉蜡烛。吹掉？嗯。王爷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这样过生日，本王还是头一次。以后每一年我都这样陪你过。每年？嗯。景洪，下月初8我们成婚吧。景洪，我们成婚可好？你这都是跟谁学的？这不是你家乡的习俗吗？我的家乡有很多有意思的习俗，比如喜欢一个女孩子，想和她成婚，就要向她求婚，男士单膝下跪，拿出求婚戒指为女生戴上。我喜欢的人跟我求婚的话，我一定很开心。那好吧，那本公主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了。景洪，从此一生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王爷，此话当真？王爷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松仁玉米。哎，你们认识叶飞白那个表妹吗？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明宝儿。怎么了？你为何打听她？哦，没什么，就是好奇而已。他那个表妹看上去对他极有兴趣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她不感兴趣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觉得像叶飞白那样的人，还是值得有人真心以待。只是他那个表妹看上去吧，不配他。那在惊鸿公主眼里，叶飞白是个怎样的人？身残志坚。那在惊鸿公主眼中，叶飞白和王爷相比又如何呢？我们王爷自然是最好的啦，绝无仅有。表哥他明天就要成亲了。公主，你明日成婚用的婚服和发饰已经好了，我让人送回了锁清宫。啊？送回锁清宫？哦，对对对，那王爷明天是不是会八抬大轿来娶我呀？肯定的。公主，你的婚服做好了啊？那帮奴才给你拿到了锁清宫，灵儿专门跑了一趟锁清宫才给你拿回来的。灵儿，
公主明日从锁清宫出嫁，你怎么把婚服给拿回来了？没关系，不要紧，拿回来就拿回来吧。我刚好看看我的婚服长什么样。你疯了吗？那个楚惊鸿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如此疯魔？本宫几次三番提醒你，在你羽翼未满之前，不要轻易得罪你13叔。你看看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楚惊鸿本就应该属于儿臣，她本是我的侍女。就算您不能让楚惊鸿嫁给儿臣，那么请您阻止她和13叔成亲好不好？求您了。风行，啊，王妃，啊，王妃，啊，我这还没有嫁入王府呢，得明日才能。在属下心中，你早就是王妃了。啊，对了，王爷呢？王爷去趟九真楼，办一些琐事，很快便回来。哦，那你帮我跟他说一声，我就先回锁清宫了，明日再见。王爷已经吩咐过了，命属下护送你回锁清宫。今夜我会一直守在锁清宫，不会出现任何纰漏。明天会有人来替王妃梳妆。王爷，小姐叫您过去一趟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跟您商量。恐怕是因为明日本王要成婚的事吧？风行，去九真楼。是。公主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就是想见见他。哦。表哥，宝儿，你不该这个时候来见我。现在不见，什么时候见？等你娶了那个北楚公主再见吗？旁人都觉得叶飞白是假，玉龙渊是真，但在我心里，只有叶飞白才是真的。是，我对你没有愧疚，和你全家灭门。我也答应过你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所有仇人，为你报仇。那日，那个女大夫就是惊鸿公主吧？明日你能不娶她吗？不可能。你若真的要娶她，我定会让满京城人都知道，你就是叶飞白，也会让惊鸿公主知道，你骗了她。哎，风行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金公子。穆公子，我们是来找王爷的。王爷可在？今日王爷根本没来过啊。他刚才来叮嘱酒宴的事情，确认无误之后便回去了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们就回锁清宫吧。公主慢走。走。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一晃须百晃圆。倘若从一开始便坦诚相待，是不是现在的情况也不会如此被动？王爷，傍晚的时候，惊鸿公主来找过你。她说什么了？什么也没说，见王爷不在，便带着风行离开了。明日，我若是不能成婚，
我该如何能让惊鸿原谅？不能成婚？今天，明宝儿来找我了。当年，我以叶飞白的身份去云梦查案，遭到暗杀，是明宝儿一家救了我，我终究还是愧对于他全家。若你没有处理好叶飞白的身份，是我性子太急，我应该等天下大定，再许他一生一世。现在却……这怎么能一样呢？当初王爷是存了利用之心，只想将人留下。可现在王爷不仅想要人，还想要心。王爷，看来你是动心了。什么声音？风行，风行！王妃，属下在。外面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王妃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属下派人去打探一下。好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战王这门亲事，怕是成不了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皇城的丧钟？难道是母会用这种方式阻碍玉龙渊和楚惊鸿的婚事？那这样，他就还是待字闺中。只要他一天不嫁人，我就还有机会夺回他的芳心。9次取消所有嫁娶，是我不好，没能兑现与他的承诺。端孝仪皇后是谁啊？她是先帝的皇后，婚姻皇子们夺储的事情，她被关进了冷宫。看来这妻如何？和之前一样，在外人看来，就是吸干精血而亡。近日这城内诡异命案频发，怕是有大事要发生了。我若是能帮你查清此案，有什么好处？惊鸿公主尽管开口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从此一生，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父亲，麻烦你
把王爷叫来，我找他有事。属下这就去。或许是我想多了吧。表哥，怎么又是你？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表哥是我的，你怎么就是缠着他不放？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的？我又没让你救，晦气。表哥，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松仁玉米。王爷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松仁玉米。宝儿，不许胡闹。我给你做菜怎么能叫胡闹呢？走，我们进去吃好不好？我还要办案，没时间，你放开。我不放。王爷，惊鸿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说了，我只想照顾好你，不让你受伤害，哪怕没有楚惊鸿。既然你不想让我送，那你自己回去吧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表哥，王爷，要不你抱着我飞回去吧。王爷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抱我回去吧。你要不抱我的话，我就自己走回去。胡说什么呢？怎么会不抱你呢？来，很重吗？惊鸿，王爷，你今天怎么不行了？没有上次飞得好。我今天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我先走了。王爷，别走了好不好啊？惊鸿有些心慌，要不你跟我一起睡？惊鸿，我今天真的有事，改天。哎，别！哎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哎，王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今生第一次抱女孩子，有些紧张。哎，错了。不要再有下次。不敢。没想到他却如此细心，一些细节竟然被他察觉到了。对，这个惊鸿公主太会撒娇了，我招架不住。她对你撒娇了？不是对我，对你。
对我，不是，是对我办的你。无双，哎，我今日明确的拒绝了宝儿，你帮我盯着他，不要让他惹出事端。这段时间我不会去见他。可是王爷，你这样软禁明宝儿不太好啊。我只想保护好明家最后血脉。表哥让你来的。嗯，你回去吧，不用你陪我。不是让你走了吗？刚才我是代表王爷，现在我只代表我自己，我就是我。你们男人都是这般绝情吗？我不是。可能是我神经质了，怎么产生这么离谱的想法？能顺利抓住真凶，还得多谢公主出谋划策。接下来就靠你了。进了这大内行场，就没有叶某人撬不开的嘴。哦，对了，一定要记得在皇后寿宴前查明真相。公主放心。找我又有什么事？明日便是皇后寿辰，你要和我们北主使团一起献礼。哥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礼物。这位便是我们北主使臣，与你一同献礼，你叫他小果子就行了。这是礼物啊？是什么呀？我打开啦。啊？不是吧？怎么是一棵树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父皇是想暗示昭武帝，他被皇后绿了。你快闭嘴吧！这是一株99头的月下美人。99头月下美人，长这样啊！这寿礼就要出其不意，我用我的血液制成了药剂，只要放在这月下美人的土壤里，瞬间便能让她绽放，必定美不胜收。这月下美人还有一个传说，到时候一并献给皇后。你今晚需要和北楚使团同席，我会派人跟着你。我这里应该没事，倒是你。今晚血咒。宴会会在亥时结束，血咒会在子时发作，不会有问题。启禀王爷，北楚使团来接惊鸿公主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小果子，药瓶拿好了吗？可千万别出什么纰漏啊！公主放心，
这药瓶现在可比臣的脑袋还重要。臣已经私下练习了好多次，到时候绝对不会有人发现我倒药水的。那就好。平身吧。今日皇后寿辰，一切从简，不必拘礼。谢陛下。这玉龙渊去哪儿了？战王殿下到。皇上，皇后，入座吧。他居然穿这样的衣服。13呐，瞧瞧你，总是迟到，自罚3杯吧。这回你可不能推死了。臣弟自罚1杯。大君主特意从东海深处寻得的翡翠珍珠，恭祝皇后娘娘万寿金安。如此大颗的珍珠，果真非凡品啊，陛下。东夏皇帝有心了。谢陛下。走。我们北楚的礼物是我父皇和皇兄特意精心为您准备的，这东西啊，只听您的话。哦。楚惊鸿，你们北楚都穷成这样了吗？欠人送一棵树。穷成这样了吗？欠人送一棵树。皇后娘娘，这个是月下美人。这月下美人有个传说，凡是能让月下美人花开绽放的，便可以让国运昌盛。皇后啊，你且试试，开或者不开都不打紧。那本宫就试试。全当一个乐子。这个该死的楚惊鸿，若是那花没开，岂不是说本宫不配做皇后？本宫命你立刻战王，助我大商，国运绵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别这么坑我啊！看来此花盛开，能助国运昌盛，只不过是一个传说罢了。不是。既然惊鸿公主这么有信心，那就让惊鸿公主试试吧。开！好你个楚惊鸿，居然让本宫当众丢脸！哼！怎么回事？时间应该还没到，难道刚刚那杯酒有问题？皇兄，既然花已盛开，臣弟有事，先告辞了。站住！皇兄这是要强留人啊！本王倒要看看，谁能拦住本王的路。13，朕知道杀人饮血并非你本意，朕不会让你杀人偿命的。但是你对于大商来说，已经是一个威胁了。啊，这战王殿下和杀人饮血有什么关系啊？家门不幸啊！13虽为我大商平定了战乱，但他也曾在战场上中了血咒。这血咒最诡异的，便是需要以人血为食，才能得以延续生命。朕知道13身不由己，但是朕再不能放任他残
害大商百姓啊！陛下，您这都是听谁说的呀？陛下，您被骗了。皇兄咬定臣弟是杀人饮血的凶手，有什么证据吗？身中血咒之人，每到月圆之夜，便会全身渗血。你可敢脱了衣服？王爷，你还好吗？王爷，你没事吧？得赶紧想办法配制解药啊！这玉龙渊不是中了血咒吗？怎么今晚没有发作？臣妾明明在他酒中放了引发血咒的药物，难不成他已经发现了怎么解毒吗？你当初不是说这毒十分难解吗？或许他们只是找到了缓解之法。二皇子，这是因何事而发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，殿下在为楚惊鸿和战王的事而烦恼。现在他们俩情真意切，想要分开他们，确实有些难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好好玩啊！哎，景儿呢？啊，他说天凉了，回锁清宫拿一些厚一点的衣服过来。哦。奴婢知罪，奴婢走路没看路撞了贵人，请贵人恕罪。你都没看看我，就叫我贵人，万一我是个贱人呢？贱人！二殿下万福，还请殿下恕罪。真是可惜了，这糕点本殿都还没来得及尝一口呢，就打掉了。殿下恕罪，二殿下若不嫌弃，奴婢再为您做一份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奴婢景儿。景儿，那好，本殿现在就尝尝景儿的手艺。这糕还不错，就是差了一点东西。差点东西？任何东西都是有感情的，你对他好，他也会投桃报李，就像本殿下对你一样，本殿对你好也会记住本殿下。殿下恕罪，是奴婢做的不好，
你何必这般害怕？今日这芙蓉糕也吃够了，却也没吃到想要的。你且回去好好想想本店说的话，过几日再来送，要带有感情的芙蓉糕。哎，景儿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啊，那个我刚刚回去了，好久没回去了，有些衣物忘了放在哪里。景儿，你买新发簪了呀？啊？哦，我刚路过一个摊子，觉得挺好看的，就买了。快给我看看，灵儿戴上肯定好看。啊，我还有事儿，先回房间了。哼，真小气，不就是个发簪吗？晴儿姐姐，你又出去啊？啊，我去给公主买点东西。哦。晴儿这段时间都出去10多次了。本殿下交给你的事都办好了吗？公主，哎，景儿，你来的正好，走，我们去义诊吧。公主，今日初一有灯会，我们去看灯会吧。灯会？灯会可好玩了，还会有好多好吃的呢。真的？嗯，是啊，想来今日看病之人也会很少吧？好像也是啊。那公主，我们去看灯会吧。嗯，好，那我去叫上王爷。公主，王爷平日里不喜欢热闹，还有就是，王爷要是去了，被人认出来也不太好吧？对哦。那我们走吧。好，快点！又一站，公主，前面有猜灯谜，我们去猜灯谜吧。好，猜灯谜我最拿手了。公主，这好得了啊，是吧？哎，让开！公主，过一下。人怎么样了？殿下放心，应该没有大碍。什么叫应该？本殿不要应该。殿下，你这是关心则乱了。太医都说了没事，还能有什么事情啊？可他还没醒啊。殿下，若是惊鸿公主醒了，她一定会去找战王的，还能有你什么事啊？再说了，战王也一定会来找她的，她已经要嫁人了。殿下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她嫁给战王吗？能有什么办法？他们二人现在就差生米煮成熟饭了。就差生米煮成熟饭吗？那如果这碗饭由我来煮，是不是一切就会回到原点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王爷，我用寒冰加药草为你压制血毒，这并不是长久之计。王爷，
念在你今日救了我的份上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你要走？不许你走！不许去找13叔！于恒，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不许你走！王爷，君红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好睡一觉，什么都不要想。王爷，不要走，好不好？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生命在此刻偷走我的胆怯，天上的月悄悄藏匿，却不会熄灭。像我的爱已查到了吗？王爷，是景儿。景儿，公主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平等，不用遭受权贵恶霸的欺凌，也不用敬畏高高在上的王侯，人人都可以有尊严的活着。王爷，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次的穿越，为什么要给我安排这种王爷和王妃的俗套剧情？我希望我的人生有所选择，可以选择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哪怕是归隐田园、粗茶淡饭。我们两个在一起，
也好过如今的狗血生活。给我一个，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那这个是我们九层楼的莲子汤，你喝。抖什么？没抖，你喝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我哇，你看那边。你们这么着急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有点不好意思啊，还是你说吧。你说。还是你说吧。这种事情你让我一个女生说啊？你们不说我走了？哎，我说，我和宝儿在一起了。你们在一起了？嗯。如此，甚好。甚好，那你同意了？宝儿是个好女孩，你以后好好待她。要是你辜负了她，我绝不轻饶你。表哥，无双说他这辈子只娶我一个，绝不纳妾。哎，我可没说过。好啊，无双，没想到你这么专一呢。这话我可记住了。回去再收拾你。嗯。表哥，我们先回去啦。嗯。出来吧。真是和睦幸福的一家人啊！花老板怎么来我这里了？是云雨楼待厌了，想进我大内行厂的地牢体验一下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花某人我最近查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，想与你分享分享。说，我是叫你叶场公，还是叫你战王殿下？那你在京城的身份又是什么呢？我是叫你花老板，还是叫你花太子？不愧是大商国灵敏的密情报机构啊！今日来此，我就一件事情，请你放了楚惊鸿，不要娶她为妻，也不要再去招惹她。她想保护的人，她想守护的国家，我这个做兄长的，自然会替她实现愿望。为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立场和目的竟不相同，又怎能在一起？战王心机深沉，所作所为皆是为了自己。你心无他，你怎知我心无他？如今我的身份你也已经知晓，我的所作所为也都是为了我的妹妹而已，你自己想清楚。我又怎知你的目的究竟为何？但是，你若不伤她，无论你是杏花还是杏草，本王都不会对你下手。同样，如果你伤害了她，无论你是杏花还是杏草，本王都饶不了你。有趣，有趣。滚！还敢攀附二殿下，赶紧滚！麻烦你替我交给二殿下。赶紧滚！
抱歉啊，景儿姑娘，没有王爷的命令，你现在不能进入战王府。怎么弄得这么可怜啊？跟我走吧，不至于没有你一口饭吃。你还怀着身子呢，如此下去，孩子是要出问题的。我并不想救你，只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罢了。公主为何要救他？只怕二殿下会不高兴的。谁说本公主要救他了？一个低贱的婢女，还妄想生下皇子，凭她也配？那公主这是何意呢？今儿个可不是大年初一吗？我准备了一份礼物，给楚金。这王爷怎么还没回来？等着开饭呢。公主，温良玉身边的春雨过来了。惊鸿公主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我家公主送您的节礼。温良玉送我节礼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我不要，拿回去吧。惊鸿公主，我家公主说了，若您不收的话，我就不用活着回去了。锦儿啊，这是我亲手做的戒指，送给你了。公主，那我呢？当然也有你的啦。这是我们的闺蜜戒，象征着我们的友谊。锦儿，锦儿在你们那里。我家公主说了，若惊鸿公主想知道答案的话，可以自己回锁清宫找答案。他又想耍什么阴招？锦儿既然已经背叛我，那她的死活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。若惊鸿公主不去的话，我家公主会吩咐奴婢每天送来一样礼物，直至景儿。够了！连孕妇都不可忍，天不收的，我来收的。瑟瑟，通知玉龙渊到锁清宫。是。惊鸿，温良玉的目标一直都是你，他处心积虑把你引过来，指定有什么阴谋。景儿，景儿，快把他放下来！景儿，你怎么样了？景儿，景儿，你没事吧？公主。锦儿不求你原谅我，只求公主保住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景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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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儿。你终于来了，为什么要杀景儿？不不不，你可不能冤枉我，他本来就该死。你不会以为玉衡会允许一个贱婢生下他的长子？更何况男人向来都是妻妾成群，景儿得到玉衡的宠幸，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。我呀，只是送他一程罢了，
他应该感谢我才对啊。那我就好好谢谢你。我不仅要好好谢谢你，不能杀他。为什么？锦儿死了，他杀了锦儿。王爷救救玉儿！这个女人想要杀我。我生是王爷的人，死是王爷的鬼，我只能为难。王爷，我今日杀不了你，是你运气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不会每次都这么好。景洪，外面冷，先回去。是不是在你们眼里，丫鬟的命就不是命？她们就如同小猫小狗一般。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今天是你太冲动，那不是你该做的事。那我该做什么？眼睁睁的看着锦儿死在我的怀里，一尸两命，然后我什么都不做吗？那是2条人命，都怪我当初就不应该把她送回运河那里。导致这一切，也是他当初自己的选择，和你无关。玉儿，你这次做的不错，你想要的，事成之后，少不了你的。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。景洪，不要离开我。无论我双手染了多少血，说了多少谎话，做了多少错事，也请不要离开，好不好？谁都不问。当时天真，参不透赤诚，写半生心酸长恨。王爷，这什么呀？这是我给你熬的。王爷还会亲自下厨呢。来尝尝。好甜。不好了，王爷，贺兰慈带领御林军进攻王府了。惊鸿公主在大商境内蓄意谋害东夏公主，已经触犯了大商律例，还请二位转告惊鸿公主，让惊鸿公主随属下到大理寺走一趟。既然是大理寺要人，为什么是你们御林军前来？此事已经惊动了陛下，并且惊动了东夏皇室。不瞒各位，东夏因为良玉公主遇袭一事，已经准备发兵北楚了。大商若是能将此事处理妥当，或许还能免去两国一场兵戈。若是处理不好，恐怕又将引起一场腥风血雨。原来温良玉处心积虑地接近惊鸿公主，只是给了东夏找了一个出兵北楚的借口。而且东夏离大商京城千里之遥，为什么这边刚发生的事情，他们一下子就知道？当我们是蠢货吗？什么时候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惊鸿公主确实伤害了温良玉，证据确凿。
大胆贺兰子，竟敢擅闯战王府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大胆贺兰子，竟敢擅闯战王府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你且回去复命，战王府会给一个交代的。战王殿下，那属下就先行告退了。走。惊鸿，你先回去休息，冬夏的事情我来解决。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，我得尽快研制出治愈玉龙园血毒的药物，不然……惊鸿公主，我找叶公公，他在吗？叶长公正在审讯重要犯人，今日不见客，公主请回吧。哦。哼，叶飞白的手下也不行啊，本姑娘这么轻易就溜进来了。哎，这里这么大，上哪儿找叶飞白去啊？王爷，咱们进去吧。今天的事你都知道了吧？王爷，你真的要去吗？我走之后，帮我扮演好叶飞白。只要叶飞白在，我们的情报就不会断。王爷放心。哎，对了，王爷，宝儿将那件事告诉了我。哪件事？就是王爷和惊鸿公主成婚那天，是你设计让皇上皇后从中破坏的。唉，要是让惊鸿公主知道，她得多伤心啊！哎，王爷，你回来之后还会娶她吗？我想告诉惊鸿，这所有的一切。啊，王爷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万一惊鸿公主将秘密泄露出去，我只是怀疑，只是担心楚惊鸿要是接受不了王爷的秘密，那该怎么办？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那就等我回来再说吧。我现在有事要办。来，完美。走吧。走，王爷。是风过惊醒那位梦中穿行客，平复着心上泛起的皱褶。趁夜色续添一杯人间苦涩，不愿目睹长情的褪色，却权衡遗忘割舍。长恨梦断指一伤，长恨朝花香望太不良，一梦泡影才知真荒凉。满城春色全都淹没在冷漠。我竟不知原来惊鸿公主这么关心我，对不起。这不怪你，是出巧合。这不是巧合。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松仁玉米。王爷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松仁玉米。他是什么人？哦，我是。他是大夫，是我请来给你治伤的。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。6个月后你再娶我也是一样的。
你怎么喝上酒了？白天听说你找我，后来我去寻你，没有寻到，原来你在这里。外面冷，我们进屋吧。心冷了，身体再暖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你有心事？长恨梦断指一伤，长恨朝花香万太不良，一梦泡一你把面具摘了。荒凉，满城春色全都淹没在冷漠的秋霜，片雪如浆，送一场彻骨的寒凉。所有余生惊鸿公主请自重，你可是战王殿下的准王妃。夜场宫，叶飞白。原来大商的战王殿下喜欢扮演太监，还是说你就是真太监？所以你才不愿意跟我成亲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早该想到的。玉龙渊，叶飞白，我真可笑，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惊鸿，到此为止。作别了那些未见衰败的绽放。公主，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？我们本来就不属于这里。走吧。刚刚得到消息，东夏压境北楚了。没想到他们这么快，才不过短短2日，他们的大军已经压境了。不是快，而是隐蔽。我们竟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。那这么说，东夏他们早就开始有所行动了。而惊鸿公主对温良玉产生威胁，只是他们找的一个借口。就算没有简儿的事情，只怕惊鸿公主也难躲开这一招算计。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？那怎么办啊？4国之中，东夏最强，北楚最弱。要是真的打起来，北楚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，必输无疑。当今之计，只有我去讲和。2国交战必会波及我大商边境，皇上不愿意看到2国交战，我已经答应了皇上，由我去讲和，也算是我对惊鸿的补偿。你们帮我照拂好惊鸿。皇后费尽心思让本王离开京城，必定背后有所目的。表哥放心，虽然之前我跟他是有些矛盾，但是他毕竟救过我一命，我明宝儿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可是，他已经知道我是叶飞白了。叶飞白，这王爷你13答应作为使臣去讲和了。陛下真是好计谋啊！如此一来，不仅仅打击了北楚，还削弱了东夏。陛下是一箭3雕啊！倘若楚惊鸿死了，13必定伤痛欲绝，这对他也是一击呀。这衣服真好看。灵儿，你把它带上干嘛呀？灵儿见这衣服扔了可惜，想着以后还能用上，就带着了。那还用得上？烧了吧。哦。
我本就不属于这里，如今这趟旅程过半，我也该收起玩线了。离开前，就让我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吧。所谓血咒，不过是一种毒罢了。解毒的话语丹，只差最后一味药材了。既然舍不得，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他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离开，对你来说不是更好吗？当年，我发现他受了伤，便将他救了回去。走。你醒了？谢谢。宝儿，我会照顾好你。他两个身份并不是为了他自己，他只是想要更好的护住这个国家。如果这个国家破碎，将会有更多的人无家可归。我能理解他。大商战王身中血咒，兵权被夺，总得在其他方面来弥补。所以他创建了大内行场。大商皇帝昏庸无能，被皇后美色迷惑。如果不是因为表哥在，周围那些虎视眈眈的国家早就踏破了这京城。当初破坏你们成婚是我逼迫他的，我威胁表哥说，只要他娶你，我便将他是叶飞白的身份公之于众。当初是我的错，与表哥无关。其实无论他是大商战王还是叶飞白，都不应该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。同样，无论他是谁，他都是爱你的。明日他就要出征平定战乱，这其中的凶险你应该知道，会了谁你也应该明白。怎么做你自己衡量。抱歉我。你个臭流氓，报什么报啊！既然你要报恩，当然是先有报才有恩。本王向北楚提亲了，从今天开始便不算无名无分了。不尽多少春与秋，天地茫茫岁月悠悠，写作眉间万般温柔，漫漫余生长久，为你等候，共度朝暮白首。灵儿，婚服呢？什么？你带回来的那件婚服？啊，公主啊。婚服在这儿呢。灵儿真聪明。哎呀，还好灵儿聪明，婚服没有伤。看这个，哇！
我真好看。是啊。陆三，王爷呢？公主，王爷出去了。出去了？那你们怎么没跟着？不用保护他吗？王爷不让我们跟着。再说了，真碰到危险，我们还说不定拖他后腿呢。玉龙渊。我楚惊鸿从来都不是一个相信天地神奇的人，但我今日想要相信一次。惊鸿，王爷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今日在此，以天为媒，以地为聘，以神奇为证，你可愿娶我为妻？我愿意。没想到这句“我愿意”竟然是从新郎的口中说出来的。我玉龙渊以天为媒，以地为聘，以神奇为证，娶楚惊鸿为妻。恩爱两不疑，弱水三千情独钟。繁华碧落共生死，今以白头之约，好将红叶之盟。此情不朽，彼世所求，好梦难留。叹此生，飘零天涯，何处才是尽头？倘若人间已有无可回眸，有你就足够。看过风月如酒，人间添几个念头。一念相思，一生相守。记不清多少春与秋，天地茫茫，岁月悠悠，写作眉间万般温柔。漫漫余生长久，为你等候，共度朝暮白首。惊鸿，等我。王爷，该启程了。一定要帮我保护好惊鸿。王爷放心，我一定为你保护好惊鸿公主，守护好大内刑场。王爷不回，面具不摘。王爷，我等你。王爷，再次月圆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该回来？吓我一跳！哥哥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到的，怎么感谢我？谢谢你。就这么感谢我？哥哥，冬夏出兵北楚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
等我办完最后一件事，我就回北楚。对了，明天你去求见皇上。叹此生，飘零天涯何处才是尽头？倘若人间已有无可回眸，有你就足够。看过风月如酒，人间添几个年头？一念相思，一生相守，记不清多少春与秋。天地茫茫岁月悠悠，写作眉间万般温柔。漫漫余生长久，为你等候，共度朝暮白首。一夜飞雪落白头，三寸寒霜驻眼秋。流年似水，浮生若梦，尽风流。纷纷花落人别后，潇潇风起几度秋。此情不朽，毕生所求，好梦难留。叹此生，飘零天涯何处才是尽头？倘若人间已有无可回眸，有你就足够。看过风月如酒，人间添几个年头？一念相思，一生相守，记不清多少春与秋。天地茫茫岁月悠悠，写作眉间万般温柔。漫漫余生长久，为你等候，共度朝暮白首。惊鸿，玉衡，你想干嘛？惊鸿，乌良玉公主今日突然失踪，父皇命我多派些人手保护各国公主。随你。惊鸿，父皇和母后对你真的起了杀心，至今没动手，只是忌惮13叔罢了。既然有所忌惮，那我便还是安全的。二殿下，还是请回吧。那若是不忌惮了呢？若是13叔不回来了呢？你说什么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王爷怎么了？沙场之上，刀剑无眼。战王若是死在战场之上，不可能。我会让父皇下旨，给你我赐婚。你本来就是我的，战王回不来了，你等不到他回来娶你的那一天。公主。失心疯了？是，良玉公主当街发疯之后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不要再说了，绝无可能。母后，玉龙渊要是知道
楚惊鸿没有等她，而是嫁给了别人，那她在战场必将大受打击。陛下，这恒儿被那楚惊鸿的美貌所痴心错付，臣妾这个当娘亲的实在不忍心看她那般，所以陛下要怪，就怪臣妾溺爱了恒儿吧。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。谢陛下。为了完成恒儿的心愿，臣妾一定做得妥当。只是这婚期，皇子的婚事不能糊弄，就定在15好了。谢陛下。一夜飞雪落白头，3层寒霜烛烟酒。流年似水，浮生若梦，清风流。纷纷花落人别后，潇潇风起几度秋。此情不朽，毕生所求，好梦难留。叹此生，飘零天涯，何处才是尽头？倘若人间已有无可回眸，有你就足够。看过风月如酒，人间添几个年头。你听说了吗？惊鸿公主一夜白发，真是可怜。我听说是太思念战王变白的，快别瞎传了。好一个痴情女子！惊鸿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见耳。见到本宫，你似乎一点也不意外啊。我的簪子，我的簪子怎么会在你的手里？这个东西是我从13身上得到的，他贴身带着，寸步未离，垂死之际也不曾撒手，可见13对你果然情深意重。什么意思？这话什么意思？王爷在哪儿？你把话说清楚，王爷在哪儿？你不用着急，他现在还没有死。至于将来会不会死，完全取决于你愿不愿意听从。你，无双，有王爷的消息了吗？王爷帮北楚升了东夏，花弄尹太子设宴款待王爷，让王爷在北楚境内游玩1、2日，不日即将回京。王爷真贪玩，也不知道早点回来看看公主。玉龙院巴不得早点回来，怎么可能有心思去游山玩水？无双的谎言太
太拙劣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都1个时辰了，天都亮了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回殿下话，惊鸿公主不许奴婢进去，奴婢不敢冒犯。惊鸿，开门！一道木门拦不住殿下，又何必假惺惺的敲门呢？惊鸿，难道我对你不好吗？这1个月来，我对你可曾有过怠慢？既然你答应嫁给我为妃，何不乖顺一点呢？你错了，我没有答应你，我答应的是皇后娘娘，而且我的答应是有条件的。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可以答应你嫁给玉衡，但我一定要先见一眼王爷。好。你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嫁给我。13叔不来，你就不穿嫁衣不拜堂。可若是13叔回来了，你定然会不顾一切的跟他走。是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根本就不想嫁给你，是你们逼我的。我和皇后娘娘不过是一场交易罢了。怎么，她作为一国之母，想要出尔反尔吗？今日若是见不到王爷，谁也别想逼我拜堂，除非二殿下想要取一具尸体。惊鸿，二殿下，与其同我浪费时间，错过了吉时，倒不如去和皇后娘娘说说，让她兑现承诺，否则我能做的一定比你们想象还要多。放肆！楚惊鸿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认命？皇后娘娘，王爷呢？你是不是只要见着13，你就立刻穿上嫁衣，乖顺的拜堂成亲？是，只要让我看见王爷还活着，我立刻拜堂。随本宫来。玉龙渊，让你见人，没让你去投怀送抱。你站在这儿，一样可以看到。玉龙渊，玉龙渊，你醒醒！惊鸿，你冷静点。楚惊鸿，人已经让你看见了，再胡搅蛮缠的话，本宫就送他上路。玉龙渊，我要确认王爷还活着。好啊，那本宫就让你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。不要伤害他！不要伤害他！不要伤害！楚惊鸿，你到底换不换嫁衣？换！来人，伺候二皇子妃更衣。哼！
我相信呢，迟早有一天你会在万众瞩目下出现，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踏七彩祥云，来迎娶我的。一拜天地。瞧瞧，这惊鸿公主是太过于紧张了，连行礼都忘了。不是王爷。楚惊鸿，你干什么？我不嫁。惊鸿，就差最后一拜了。我北楚公主楚惊鸿已和战王殿下定下婚约，而她身为一国之母，却挟持王爷，以王爷性命相逼，逼我下个玉衡。她是本王的女人，谁敢动她？本王不想再杀人了，也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纷争。从今往后，只想与惊鸿过上平淡的生活。臣弟愿意交出所有的兵权，也愿意交出大内刑场。13这么说，很难让人相信啊。皇上，13诡计多端，你别被他给耍了。臣弟已经知晓，身上的血咒是皇后所为。皇后的野心可真大呀！不仅暗自藏兵，臣还发现4国当中都有她的党羽，背后暗中勾结。皇后如今可是一手遮天啊！皇上，你别听他一派胡言，不是这样的。陛下，战王妖言惑众，其心当诛啊！对，战王妖言惑众，妖言惑众啊！来人，把战王拿下！放肆！皇后，朕还真是小瞧了你啊！当真以为朕是昏君不成？你的所作所为，朕早已知晓。这次13能顺利剿除叛党，还要多亏皇后的兵力啊！皇后的势力现在已经强大，13，
你可有把握暗中将其全部剿灭？皇上，臣尽力。要是你帮大商渡过这难关，朕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，哪怕是这位置，你想做也无妨。皇上，臣弟对这王位没有半点想法，臣只想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曾经有个人告诉我一段话，他只想人人生而平等，不受权贵恶霸欺凌，人人都可以有尊严地活着。臣也是这么想的。好一句人人生而平等，你可知这有多难？皇上，待臣弟平定战乱，请皇上让我归隐天元，和金红过上平淡的生活。父皇，你不能这样对母后啊！给朕退下！这里还没有你说话的份。皇上，不是这样的。陛下，奴才错了，奴才错了。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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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解药，我给你做出来了。积分已满，你已完成任务，即将回归现实世界。好的。飘零天涯，何处才是尽头？倘若人间已有无可回眸，有你就足够。看过风月如旧，人间添几个念头。一念相思，一生相守，记不清多少春与秋。天地茫茫，岁月悠悠，写作眉间万般温柔。漫漫余生长久，为你等候，共度朝暮白首。飘零天涯，何处才是尽头？倘若人间已有无可回眸，有你就足够。看过风月如旧，人间添几个念头。一念相思，一生相守，记不清多少春与
雪落白头，三寸寒霜驻眼久。流年似水，浮生若梦，尽风流。纷纷花落人别后，潇潇风起几度秋。此情不朽，毕生所求，好梦难留。叹此生，飘零天涯，何处才是尽头？倘若人间已有无可回眸，有你就足够。看过风月如酒，人间添几个年头。一念相思，一生相守，记不清多少春